Hello， 大家好。最近热映的《哪吒2》你看了吗？作为一部备受瞩目的国漫续作，这部电影不仅延续了前作的精彩，还带来了更震撼的视觉体验和更深刻的角色塑造。在这部作品中，最让人深刻的莫过于哪吒和敖丙这对惺惺相惜的挚友。他们联手击败了虚伪狡诈的无量仙翁，也粉碎了他的阴谋。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哪吒与敖丙，从他们的名字、性格到他们的武器、经典台词，以及这些角色背后蕴含的中文知识与文化内涵。那就让我们先从哪吒开始吧。哪吒，叛逆英雄。哪吒的名字是神秘又充满力量的。这个名字最早来源于印度，其原型可能与佛教中的护法神 Natha 有关，意思是守护者或保护神。后来哪吒的故事进入中国，经过道教、民间传说的改编，逐渐成为中国神话中的著名角色。在《封神演义》和《西游记》中，哪吒已经完全成为一个中国本土的神话英雄，并且赋予了更多本土化的文化象征。哪吒二字的含义。哪，虽然哪字在现代汉语中常用于疑问词，比如说在哪儿，但在哪吒的名字中，它更像是一个音译，并没有疑问的意思。吒这个字在古汉语中有呼喊、呐喊的意思，也可以表示某种强烈的气势，因此哪吒这个名字听起来有一种气势磅礴、勇猛刚烈的感觉，很符合哪吒的性格。联想记忆。哪吒常常在战斗中大喊大叫，充满战斗气势，他的名字就像是一声强烈的呐喊，暗示着哪吒的勇猛无畏。哪吒的别称。哪吒也被称为三太子，因为他是托塔天王李靖的第3个儿子，民间常称他为三太子。哪吒也叫莲花童子，因为传说哪吒是由莲花化生，所以就叫他莲花童子。哪吒的形象在不同的作品中有较大的变化，但始终保留了一些经典元素。哪吒的传统形象是头挽双髻，身穿红肚兜，脚踏风火轮，手持乾坤圈和混天绫，形象活泼英气，带有神童特质。而在电影版当中，哪吒更加个性化，带有不羁的痞气，他眼圈乌黑，表情桀骜不驯，头发蓬乱，整体造型更符合魔童设计，突出了他的与众不同和叛逆性格。哪吒是一个典型的反派英雄，在不同的版本中，他都展现了以下特点：叛逆，但有责任感。哪吒的成长经历让他不得不对抗命运。在电影中，他生来是魔丸转世，被世人误解、惧怕，但他的本性并不邪恶。他叛逆的是外界的偏见，但内心仍然渴望保护家人和朋友。2. 内心挣扎，想要打破命运。哪吒的经典台词就是"我命由我不由天"，这充分展现了他的个性。他不愿接受既定的命运，而是要掌控自己的未来，不被魔丸的身份束缚。什么是我命由我不由天呢？我命就是我的命运，由我自己决定，不由天意安排，不让老天决定。就是说，我的命运应该由我自己掌控，而不是听天由命，让老天安排一切。这句话表达了哪吒的反叛精神，他不接受别人对自己的偏见，也不愿屈服于魔丸转世的宿命，而是要靠自己的努力证明自己。哪吒的武器与技能。
哪吒的法宝主要有4个：风火轮、乾坤圈、混天绫和火尖枪。风火轮如风似火，快如闪电，可助他腾云驾雾，速度极快，是他的主要行动方式。风速极快，象征速度和灵动；火象征热烈、爆发力，火焰往往代表强大的能量；轮次滚动，代表持续运动，带有无穷的动力。为什么叫风火轮？因为这个名字直观地展现了法宝的特性，它不仅像风一样快速，还能带起熊熊烈火，形成强大的冲击波。在电影中，风火轮在高速移动时，轮子下方会冒出火焰，正好符合风火轮这个名字的意象。成语联想：风驰电掣。这个词形容速度极快，像风一样疾驰，像闪电一样迅猛。虎虎生风，形容威风凛凛，气势逼人。哪吒踏上风火轮时，会给人强大的视觉冲击。第2个武器是乾坤圈。乾坤圈掌控天地之力，既可攻击敌人，也能用作防御，象征着秩序与平衡。乾就是指天，在八卦中代表阳，象征力量与秩序。坤是指地，在八卦中代表阴，象征承载与包容。圈圆形，象征完整、循环、和谐，也有封闭和约束的意思。为什么叫乾坤圈呢？乾坤就代表天地，意味着这个法宝蕴含天地之力，能控制封印敌人，让一切回归平衡。在电影里，乾坤圈不仅能攻击，还能困住敌人，象征着一种规则与秩序。用它来压制哪吒的魔性，也意喻着对混乱的控制。成语联想：乾坤倒转，形容形势发生巨大变化，乾坤圈的力量似乎也可以改变战局。气吞乾坤，形容气势极为宏伟，就像乾坤圈掌控天地的能力。第3个武器就是混天绫，它是一条长长的丝带，可变换自如，既能缠绕敌人，也能形成保护罩。混有混合、搅动的意思，表示这条绫可以扰乱、控制敌人。天指天空、苍穹，意味着法宝可以牵引天地之力。绫是一种高级丝绸，柔软但坚韧，符合它缠绕敌人的特性。为什么叫混天绫呢？混天意味着可以搅动天地，遮天蔽日。这个法宝像灵动的丝带，能缠绕敌人，甚至可以防御攻击，象征着一种柔中带刚的力量。在电影里，混天绫被设计成一种能自由变化形态的武器，既能束缚敌人，也能形成保护罩，让哪吒在战斗中更加灵活。成语联想：翻江倒海，形容力量极大，能搅动天地，就像混天绫可以缠绕打击敌人。天翻地覆，形容剧烈变化，混天绫的作用可以让战局发生巨大变化。4. 火尖枪。火尖枪全名紫焰蛇矛火尖枪，是明代神魔小说《封神演义》中哪吒使用的兵器。枪头形如火焰，枪尖能喷火，枪身1丈8长有余，可随意变化，其内蕴藏着无穷的力量，为斩妖除魔、诸兵图将的神兵利器，威力不下轩辕剑。火尖枪烈焰燃烧，攻守兼备。形态上，它是一柄长枪，枪尖燃烧着熊熊烈焰。
火尖枪可以用来近身搏斗，枪法凌厉，攻势迅猛。它带有强大的火焰，可以焚烧敌人，造成极高的破坏力。哪吒还可以将火尖枪掷出，枪身旋转，带起烈焰，如同流星一般攻击敌人。火尖枪象征着战斗、勇猛、力量。哪吒手持火尖枪，展现出无畏无惧的战神风采。相关的成语：火光冲天，形容战斗激烈，火焰腾空；势不可当，形容气势强大，无法阻挡。敖丙，高冷的龙族王子。敖丙这个名字蕴含着龙族的尊贵与寒冰的冷峻。敖指龙在水中遨游，自由自在，象征着高贵与神秘。古代传说中，龙族往往带有敖字，如东海龙王敖广，也就是电影里的敖光，还有敖丙的姑姑敖闰。丙在五行中它代表火，但这里却反其道而行，象征敖丙的冰系力量与哪吒的火焰形成强烈对比。敖丙既是龙族的王子，又肩负着复兴龙族的使命。他的名字既带有龙族的尊贵，又暗含他内心的孤独与挣扎。敖丙的外貌特点：敖丙的形象与哪吒形成鲜明的对比，突出他的冷峻与优雅。他身穿青白色的长袍，头发如冰雪般飘逸，眼神深邃冷静，整个人散发着超凡脱俗的气质。在电影当中，敖丙的冰系能力被视觉化，他的全身充满了冰晶的效果，战斗时如寒流席卷，展现出强大的力量与高贵的气质。敖丙的性格与哪吒形成鲜明的对照，他更沉稳内敛，却同样有着一颗不愿被命运束缚的心。他冷静克制，不轻易表露情绪，相比哪吒的张扬，敖丙显得更理智，不轻易流露自己的情感。他是龙族的希望，但同时也渴望自由，不愿成为命运的傀儡。他坚定而温柔，尽管表面冷漠，但他内心善良，愿意为了朋友付出。敖丙的武器是盘龙冰锤，实际上这对武器长得像棒棒糖。盘龙冰锤是一对由坚冰凝结而成的巨大战锤，锤头上带有龙族的刻纹，散发着寒气。盘龙冰锤沉重无比，但在敖丙的手中依旧可以轻松挥舞，展现出极强的力量。敖丙利用冰锤的重量对敌人进行重击，造成极强的破坏力。他挥动锤子时释放极寒之气，能够冻结对手或大范围冰封战场。锤子击打地面时，寒气能凝结成冰龙，冲向敌人。冰锤象征着龙族的霸气与沉稳，与哪吒的灵活轻巧形成了对比。冰霜战甲，敖丙在战斗时能召唤全身冰甲，使自己刀枪不入。成语联想：雷霆万钧，形容巨大的力量，如同雷霆一般猛烈，正如敖丙的冰锤砸下时的威力。寒气逼人，形容极寒的温度，就像敖丙的冰锤释放的寒气一样，让人感到强烈的冰冷。敖丙的武器主要围绕冰系力量，展现出他的冷静与压制力。